赖清德的520是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，解放军利剑出击予以反制，岛内舆论纷纷表示这不令人意外。对于赖清德口口声声说要依赖美国，这种谎话连台军自己都不相信。赖清德的独白内心戏还有哪些潜台词？为何说他的台独自白是走夜路、自我壮胆？深圳卫视特别策划《台海风云录》对话台军退役将领帅化民，带来他的解读。 我们从军事学来看，美国的军队实力没有办法干预两岸的作战呢。远道而来，航母又进不来，飞机更来不了。你除了几颗导弹以外，你没有别的。那你的军队不能够开上这个台湾的本土，你怎么捍卫台湾的安全？所以美国很早就鼓励你做城镇作战，你要自己加油，要把库存的弹药库给你。 这就鼓励台湾变。帅化民是台陆军退役中将，在岛内以敢说闻名。他在2022年佩洛西窜台期间接受深圳卫视《台海风云录》采访时说：“民进党就是要抱美国大腿，但实际上是抱了一只。”这在两岸舆论场引发强烈共鸣。帅化民认为，对于更毒的赖清德而言，抱美国大腿抱得更紧了，犹如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。美国对中国大陆是非常火大的。 那怎么办呢？就拿赖清德这个傀儡来出个气嘛。赖清德这个行为是明显的，在美国默许之下，把蔡英文的暗毒挑得变成明毒，这个带来的风险很大啊。但是他们甘愿做美国的棋子啊，因为他能抱的一张大腿就是美国这条大腿了。 在谈及解放军东部战区正在进行的联合利剑2024A 演习时，帅化民指出，是赖清德咎由自取，自愿被夹在中美对抗的夹缝中，却拿上整个台湾的前途命运来豪赌。你今天启动了两国论，中国大陆的反应行动会越来越多，到时候随便一个军演算准你的油船、天然气船不让进来，你断炊。 对，这种手段会很，中国大陆的工具箱的工具很多啊，人多势众嘛，武器装备先进嘛，对不对？那赖清德在这个言论里面透露一个很重要的消息，他把台湾的安全寄望在世界友盟啊、民主价值的认同，这个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的这个资源。 但是我们从军事战略来看，这种资源很微弱的。第一个，美国本土跟台湾的资源太远，鞭长莫及，航母进不来。但你站在日本，你是日本人，你怎么想？你愿意为这个去出兵，去惹到中国大陆？你是毕竟靠近中国大陆，美国离中国大陆很远了。你日本这么多军事基地。 中国大陆攻击的时候，你不是池鱼之殃吗？菲律宾不要谈了，他的能力太差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我很早在电视上讲，美国是把火力往前推，兵力往后抽啊。火力往前推，死的人少嘛，小单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问题啊，赖清德处在美中对抗的夹缝里面。 帅化民认为，认清中美博弈的态势对台湾人来说十分关键，因为大陆多次对美方直言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。他提醒，大陆爱好和平，但有底线。第一个，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外交场合里面，中国40多年没有对外用兵，不像你美国每年都在对外用兵。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中国大陆并没有向 全世界宣示，我是用军事的霸权来超强独大，我是在争取经济上的平等待遇跟经济的发展，这是中国大陆的主轴是这样子嘛？会不会为台湾这个事情马上挑动成一个热点？但是他又不能放弃台湾，所以它里面的工具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军演啦、威吓啦、这个封锁啦，或者比较软性。 台湾只是一个温度计，我今天要升温升一下，我明天要降温我降一下。
美国也是一样啊。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来讲是一个有控制欲很强的操控网，他什么东西都希望在他的 under control， 他要管制。很不幸，他的管制力量越来越薄弱。阮化民认为，去年有美国军方人士和政客不断炒作所谓2027年台海非常危险的话题，实际上是美国自身军力空窗期的投射，恰恰反映了美国没有准备好应对台独所引发严重后果的准备。他强调，这也是今年以来拜登内阁高官几乎全部去了一次中国大陆的原因，就是要沟通，防止战争。美国的军力现在有点空窗期，为什么我这样判断？美国的航母已经平均年龄快30岁了，他的40岁、50岁的大寿就快到了，有没有能力再造？航母上面所有的飞机，1/3是 F-35B， 2/3的飞机是 F-18黄蜂大黄蜂、超级大黄蜂。超级大黄蜂已经面临要退伍的时候，有没有时间全部换上？最近的新闻出来 ，F-35B 交货延迟了。这个时间，中国大陆虽然核子弹头比美国少，但是它的超高音速的变轨的大气层里面的飞弹，美国防御不住，仍然是你美国的致命伤。阮化民认为，中美发展战略有着本质的不同。美方依赖军事霸权来维持经济霸权，但中国大陆的强项是发展经济。目前，美国又是关税战，又是打压华为和电动车，都是他经济焦虑的直接表现。中国是靠制造大国、制造经济作战里面的优势，所以这两个在不同的战场上在角逐。从大局看，经济上取得霸权就是全世界的霸权，因为军事霸权慢慢在衰落，经济霸权拿到，你国防更强嘛，来往的朋友更多嘛，商贸四通八达嘛。这中国大陆，我看它的大方向是往这边走。中国之梦啊，不是军事大国的梦，所以他讲他不是霸权嘛，他是搞经济，争取第一位嘛。那美国在经济上争不到第一位，他就要绊你一跤，我打不过你，我绊你一跤，让你发展的迟缓。阮化民认为，美国打台湾牌之所以顺手，是因为民进党高度配合。但即使民进党再配合，美国也不会由着民进党来。美国拿台湾做无本生意啊！我这些国会里面通过啊，对台湾要怎样怎样怎样，那大陆就很受刺激啊！那我就白宫我不执行，我不做，是不是换到？这就是商人喊价。坐地起价，然后再打折卖出，本钱没有动啊。各位听懂没有？台湾是很好的筹码，他也不希望台湾死掉，因为一直可以玩嘛，对不对？真的要把大陆激怒了，打起来了，武统台湾，他的筹码没了嘛，面子也没有了嘛。阮化民认为，民进党其实也看清了两岸实力对比的形势，但这次选举后，民进党意识到赖清德得票率仅有40%，没有过半，民意基础薄弱，下次能不能选上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因此，赖清德选择在就职演说中极力迎合基本盘。民进党的贪腐问题太严重，所以这次县市长大选，国民党拿到很多县市首长，那就代表很多民意已经变了，所以赖清德才感觉到说，我要顾我的基本盘了。基本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台独讲出来，像打鸡血一样。台独那个深绿的那一小块就兴奋起来了，就稳住它。我还有那40%，其实3%都不到了。因为浅绿的只是被洗脑的东西，你真的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，他态度有变。所以大陆不要担心说台湾的台独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趋势变了嘛。下面一个关他就很难过了，所以大陆老百姓很多人担心，以为台湾的老百姓通通台独，错了。那只是因为你在台独的执政党的管理之下，很多人是敢怒不敢言。阮化民表示，民进党不好好搞经济，反而将优势产业台积电送给美国、日本，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赖清德讲要发展台湾的经济 ，AI， 你的台积电都被挖走了，你的独霸晶片市场的地位就没了，所以这个问题啊，
政治人物讲话，你可以从反面来看的。他讲的越漂亮了，那是里面的越空虚嘛。你跟大陆很现实的1700亿美金的顺差，你到哪里去找补呢？你民进党搞了这么多年的南向政策，收到一点好处吗？没有啊，亏本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问题讲的越想，骨子里面越虚嘛。台湾真的能够明目张胆的独立出来吗？阮化民认为，他的台军弟兄也不会甘心为台独做炮灰。你的军事能力能够支持你的独立的说法吗？你像台湾，你像很多我们这些职业军人里面都反台独的，不认为这个。那台湾的基本老百姓也不愿意为这个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对不对？没有意义嘛。打这个仗，就像以前讲的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意义吗？